是如何快速又简单的去安排的时间。利用这个手机的 App， 那一般手机应该都有一个叫 Reminders 的 App， 它就是备忘录，那它可以用成清单功能，就像这样子，就先一开始就先把你要做的事情先列入清单。那比如说，我有那个整理房间嘛，整理房间的抽屉，然后还有换书，然后 YouTube 的事情跟明天要准备的资料。那像我还会网络上买了什么东西会写下来，那它大约什么时候会到，跟价格我会写下来，以便就是到时候可能便利商店传简讯过来的时候，就不用再回去找我网络上的资料，就是付到付款要多少钱，我也可以就是把时间写下来，就是也方便我自己追踪嘛。比如说我就想说，就不用脑袋一直记得，我上个礼拜好像有在网络上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这礼拜应该要去拿货。我会也把 YouTube 写下来，像比如说我就临时想到一个主题我要拍嘛，那我就把它写下来。那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主题，所以我就把它分成细项，比如说里面一些小细节我可能要提到的一些细节，我把它写下来，以免就是到时候拍的时候会遗忘。那比如说我这边还有一个吃午餐的部分，因为为什么吃午餐也要写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急躁的人，就是有时候我就想要同时做2件事情，可是我就等于说我最后就没办法好好的吃午餐，然后也没办法好好做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就会先把吃午餐这件事情写下来，这样可以让我自己专注的吃饭，才不会消化不良。那这样写的也有个好处，就是等一下说你刚刚删掉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有快感，我又完成一件事情，又多完成一件事情。那像用这个 App 很方便，就是因为它不会像你写在笔记本一样嘛，不可以移动。像我们可以去点这个编辑的功能，那你就可以上下移动你的清单，变换你的顺序。那顺序的方法呢，我会依照急迫性跟紧急性来决定这件事情。比如说可以快速完成的事情，然后还有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摆上面。那像有一些大的目标嘛，我就会切割细项，像清理房间，我就分成内部跟外部。外部就是我们桌面上啊，或者是柜子上可以看到的东西，我就先整理出来。那因为内部的话，就是至少可以就是眼不见为净，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往后面会去整理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剩清理房间里面的抽屉嘛，因为衣柜我也整理好了。那抽屉有些东西要丢，所以这就是我的细项。因为大扫除你不可能一天就做完，所以细项就把它分割成这样。还有像去银行，我要存款跟那个关闭一些账户，我会把它分开来。外出的顺序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安排顺序。比如说我午餐就要先吃嘛，那吃完我等下可能就会先去银行，因为银行就3点关。但是因为外出的话一次完成会比较方便，所以因为我可能家里会先经过图书馆，然后我再去存款跟关闭账户。安排的顺序之后呢，那还是很难的去安排的话，那你可以接下来就是把时间写上去。比如说我可能说我午餐我1点以前一定要完成，这就是你的 deadline， 你的最终的时间要把它写出来。之前有听就是有看那个刘轩的书，就是说你可以给你自己一些小奖励，像是比如说也不一定要真实的奖励，比如说你可以用回文针的方式，比如说你今天有10件事情，或是你要回复5件 email， 那你就拿5个回文针出来，每回完1份 email， 你就把回文针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就是像已完成事项的一个宝库，最后你回来看一整天下来回来看，我已经完成这么多事情，我有完成，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行为去记录你自己的完成的事项，你比较会有一种成就感。有些事情你觉得没有或实际上得到什么帮助，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让自己有一个感觉。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房间整理的部分嘛，因为像房间就是有很多区块，可能说是衣柜啊、床头啊，然后书桌啊等等等，那你就把它分成细项，像我现在就变成清理房间的抽屉而已。那切割细项的好处就是你会感觉说你自己的小任务很多，处理起来会比较简单，然后到时候你要删除这些笔录做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完成很多事情，删掉的时候就很多快感。我吃了午餐了，然后我也清理房间了。最后执行的部分是最困难的，不过这取决于说你做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实质的意义。比如说拿打扫来说好了，虽然它这不能对我增加什么现金流啊或是薪水等等，
但是就是看了很舒服吧，心情也会开心一点。东西很乱就会觉得很烦躁，反而就是这样整理起来就觉得做事比较有效率。因为说真的，就是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啊，我就会去看看我整理过的东西，我会觉得说环境变得很整洁，然后就是所有东西被我用的有条有序，这样子有好好利用这个收纳空间。以上就是我分享的方法。那如果你觉得这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。